Hello guys, welcome to my channel. We say life's a journey, so what will we meet on the trip? I think starting is one of them. Today we'll discuss the idea that starting is usually in China.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读书无用论。如果你在学习中文或者想了解中国，一定得了解这个短语和它产生的原因，因为它有助于你了解其他的社会现象。那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读书一点用处都没有吗？当然不是啦，还是读了书也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有点像了。还是指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这么认为过。不过在当下，对于很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更指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就业难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所谓理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投入和产出的差距，在这里我们主要说说费用开支的投入产出。普通家庭供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的费用大约是40万人民币，而读大学4年的费用大概10万元多一些。不知道在你们那里要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得花多少钱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仅面临找工作难的问题，同时也面临薪资低的问题。据今年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的小李和我说，他现在的月薪到手还不到5000元，他的同学大多数也是这个薪资，少数收入更高一点。减去房租大概1000元，基本上也是月光。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学校的开销都已经是1500到2000元每月，甚至更多的时候，再加上没了学校便宜的伙食，以及步入社会后新增的社交费用需求开支，就不难理解他们了。第二个原因是知识和实践的脱节。学校课程设置的局限性，加上实践机会的缺乏，更使得理论应用缺乏困境。所以有时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连这个都不会，白读了这么多年书了，是读书无用论口语化例句的表达。这是一句抱怨指责的话，其实就是在骂人了。如果你被别人这么说，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回应。第3个原因是高学历的失业现象和成功企业家的学历反例现象，也就是读书无用论得以经常被提及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些行业或者岗位是消失了，或者需求没这么大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学校撤销了一些专业，比如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在今年的7月份就宣布撤销了一些如网络工程、电子商务等专业。那像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的确是困难了，一毕业要面临失业改行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没读过大学或者大学都没毕业的成功企业家被树立成典型。是的，除了中国的企业家被用于举例，你所熟知的 Bill Gates、Steve Jobs 也常常被提到。Okay, the reasons have been stated. As for the idea that starting is useless, we needn't refute it.The result of starting may not meet expectations, but the process of starting is meaningful. What do you think? 关于读书无用论，请留下你的看法。